好，上礼拜呢，我有到给郎卡马丁那个鱼市去买了一些新鲜的鱼货，还有一些海鲜。那因为买的这个鱼货里面有一些比较特别的，所以呢，我挑选大家最容易操作也比较容易买得到的2款鱼。那这2款鱼会有3种做法，非常家常，分享给大家。今天的做法把它学起来，喜欢吃海鲜的您，跟你说，绝对有很大的帮助。来，我介绍一下，我今天会有2种鱼，一种是红码头，就是我卡马丁那支影片哦去标到的哈，用那 N 绳啊，哈那个铁线捆起来那2只非常新鲜的。好，再来就是沙嘎嘎。我跟大家讲哈，这个三角鱼你可以 Google 一下，或者是问你们家的爸爸妈妈长辈们啊。沙嘎嘎是野生的鱼，它其实跟巴基拉它们肉质一样都很细，油脂丰富。那沙嘎嘎这个鱼最适合清蒸跟煮汤。好，那我今天要来教大家不用电锅的清蒸鱼。好，这个我觉得非常简单，尤其你在家里要做清蒸鱼，觉得哇这边蒸不好顾，鱼太大只不好蒸的时候，我这个方法非常好用。那我先来处理码头，那码头我一尾会拿来煎，一尾会拿来红烧。那我今天要教大家红烧非常简单，你只要准备1罐菜心，你就可以烧出一条很好吃、干滴的红烧鱼。现在呢，先来做这个干煎的。我跟大家讲哈，码头烤的、煎、红烧，尤其是煎最好吃。但是码头鱼它的表皮非常薄。来，这里我再补充一下，我跟大家讲，码头鱼呢跟斑类一样，它中间这里有一条鱼线。这个所谓的鱼线就是它有一些你可能不好刮起来的鱼鳞。这里可能如果当你刮不起来的时候，你可以拿个剪刀，像这样子，轻轻的把它挑起来，这个鱼鳞就出来了。所以记得处理码头的时候，因为这一条鱼线它很难刮，所以你可以另外的，比如说用那个拔鱼刺的那个夹子，或者是细一点的剪刀，轻轻的一挑，这个鱼鳞它就下来了。煎鱼嘛，表面呢先涂一点盐，大约收几瓜盐。好，因为涂盐的好处，第一个煎起来鱼会比较香。第二，你抹一点盐，鱼腌一下，它会把多余的水分逼出来。你等于在煎鱼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产生油爆。那这个鱼体内这里你也给它抹一下盐，然后记得不要加酒哦，因为加酒你又有水分。我们是要去尽量的让它干爽，煎才会漂亮。来说到煎鱼，我相信大家最怕煎不好，粘锅煎到破皮。一般在家里煎鱼，我们以家庭来讲，大多就是3种锅。第一种白铁锅，那白铁锅可能使用的会比较少，因为毕竟白铁锅使用它在煎鱼它要有一定的难度。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这2个都是家里最常看到，一个是铁锅，一个是不粘锅。那不粘锅其实涂层就看各家什么样特色的涂层，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先讲铁锅。如果你今天要用铁锅煎鱼，记得一个口诀：热锅冷油，锅子先干烧，让它热了之后再倒冷油，这样子不管你煎蛋皮、煎鱼、煎萝卜糕都不会粘锅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像不粘锅基本上你冷锅冷油下去煎都 OK。不过今天要煎的这个码头鱼，我还是会建议热锅热油下，它的鱼皮才会瞬间收缩起来，煎的时候才会漂亮。来，你看我这个鱼跟我的锅子鱼比较大，没关系，不用怕，就直接切对半下去煎就好。来，那有时候鱼难免它中间，因为这种很老的鱼基本上都是没有放血，它就是自然死亡的，所以呢，来轻轻的拉一下，它里面呢会有这个血块，你要把它拉出来。当然清的越干净，你煎出来的鱼就会越好吃，这是我个人经验跟大家分享。锅子稍微加热一下之后，来加一些油下来，这个大概是1大匙左右，然后我会加一点点盐在里面。你一定会觉得说奇怪，刚刚不是有涂盐的，那煎的时候为什么要再加一点盐？来，我跟大家分享煎鱼的锅子里面因为你有油嘛，我们加一点盐，它会有效的不会让锅子里面的油温一直不断升高。盐呢有效它去阻扰或者是让它尽量维持在一个温度。记得煎码头鱼要下去之前，锅温一定要够。我刚刚讲过，瞬间下去就是这个声音。好，下去，好，然后呢，煎的火全程用中火，煎的时候尽量的去压它。为什么？因为码头鱼皮它很薄，你要尽量让它去跟锅子接触到受热，煎起来
才会酥，才会香，才会好吃。其实煎任何鱼都一样啦，哈，你就压着煎，压着煎，轻轻就好，不要太大力，因为你如果太大力，会把皮给用破，不好看。你会发现这样在煎鱼不太会喷了。你刚刚有腌过盐，再来水分擦干，基本上就不太会喷了。来，那这个鱼在煎。用中火一面煎大概5分钟，记得这5分钟尽量不要去晃动它，因为我刚刚说过了，鱼皮很薄，你让它煎表皮酥脆了之后，再来翻面，再来晃动它，煎起来才会漂亮。两面呢，我大概各煎了一面5到6分钟嘛，差不多有10到12分钟啊。码头最难煎在哪里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的皮，你要把它保持完整，就是码头最难煎的地方。来，然后我最爱吃码头鱼，它煎好有没有？旁边这个酥酥脆脆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啦，我就说这个是最好吃的，所以我一定会把这个留着，再收恰恰加。那这个鱼煎好，看你是要弄一点柠檬片，挤一点柠檬汁一起吃，或者是胡椒盐，又或者是直接吃，因为一本身都有咸啦。再来是这个红烧鱼，因为鱼也比较大，所以我也直接跟刚刚一样切对半。然后呢，记得哈，一样你这个锅子里面要让它有温度上来，一定要够热，再把马头鱼给放下来。马头鱼煎得够酥，等一下红烧才会好吃。一样压着煎，那一样也是中火，但这个就不用煎到熟，你只要一面煎个2到3分钟，然后翻过来再煎一下，只是要让它表面有上色有香气，等一下就要下红烧的料。好，很简单，我只要一些洋葱丁就好。那当然，如果你喜欢加蒜头的朋友，你可以加洋葱的甜味，刚好可以跟马头鱼呼应。来，那这个洋葱下去之后，你一样就不用去动它了。它慢慢煎，它出来的鱼油会去慢慢煎香洋葱，香气就出来了。洋葱下去之后，大概再煎个3分钟。来，这个超市都买得到的菜心，我个人是喜欢用菜心的口感，那你要脆瓜也可以。好，你就下半罐，你自己斟酌哦。我是小罐的半罐哦，里面的菜心你就加1半的量下来，再来汤汁也加1半，来再来1大匙的酱油，2大匙的米酒。如果你家里有黄酒啊、绍兴也可以，白胡椒粉啊，来一些，大概1/3小匙就好。好，再来我做红烧鱼，我的秘密武器就是乌醋，我喜欢乌醋，一点乌醋下去烧鱼，味道很棒。然后从锅边慢慢淋下来，好，就这样子，来开大火去烧。好，再来150cc 水，加水下来烧一下，大概小火烧个10分钟就好了。最后把葱加下来。一点点葱花提味就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上菜了。这一道红烧鱼很简单，然后最主要是很下饭。如果你今天要煮的这个鱼不是马头，你用别种鱼这种做法也可以。水滚了，来切一些姜片。这姜片大概放个几片下来就好，只是要让它有一个味道，在煮的时候有那个姜的味道。再来这个大匙哈，1/2小匙的盐，我这里的水差不多是1000cc。再来米酒2大匙。我跟大家讲这个方法哈，任何一种鱼用这种方式下去，好泡煮，然后整个起来淋那个鱼露酱油。我跟大家讲，你拿出去绝对没有人会发现，甚至吃不出来你这个是水煮的。这个方法很好吃，最重要就是里面的盐水比例，好，用盐水下去焖泡的方式把鱼焖泡熟，这个的做法完全不会输给清蒸，而且在焖泡的时候，它的原汁会紧紧的锁在鱼里面。转小火，让它维持小滚，把鱼慢慢的放下来，用这样子微滚的状态下去泡煮12分钟。好，那这个鱼时间到，火关掉之后，来你拿一个勺子跟铲子，轻轻的捞起来，主要是要把里面的水分把它沥干，然后呢放着来煮最简单的鱼露。水150cc， 酱油3大匙，来，然后再来一些中式鱼露。那
那这个中式鱼露，如果你买不到，你可以去买日式的煎鱼鱼露也可以。那这个中式鱼露1小匙就好。来，那这个大匙1半的冰糖。那酒的话，你要加不加都可以，没关系啊。我只会加一些，大概1小匙的量。好，那这个鱼露给它煮哈，来，因为我们在家里不比在餐厅，餐厅都会淋热油，对不对？来，在家里简单香油直接淋在鱼上面。那这个分量自己斟酌，我是用大概1大匙的量，因为等一下你这个鱼露冲下去，它的香油就会直接分布在鱼的这个酱汁里面。煮好的这个鱼露淋上来了，可以淋一点在鱼的上面。好了，你上面要用一点葱花、姜丝都可以，或者是像我这样子不加，轻轻的吃也可以，很快速，清蒸鱼完成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，我去康巴丁买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鱼货，那回来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做料理，而且这些调味料相信家里都会有，很简单，不会有过多哦，像我们餐厅还要再煮一个很繁复的鱼露之类，通通不用，只要有酱油、盐巴，还有罐头菜心，你就可以完成这3道好吃又好看的海鲜料理。相信大家看了这3道料理之后，你在家里不管是要煎鱼、红烧鱼，还是做清蒸鱼，再也不是难事喽。那今天分享给大家这3道鱼的做法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你也可以买回来试做看看喽。